Sia Talk， 大家好，我是 AB， 我是 Angela。今天我们要稍微来轻松聊一下我们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交换生活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布达佩斯交换？那是因为我其实蛮肤浅的，匈牙利你也知道物价便宜嘛，就是到各个欧洲国家的航班点蛮多的，班次有很多，然后票价又便宜，交通又方便，它等于说是一个中欧蛮重要的枢纽，对，所以我才会选择就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交换，不然我本来其实是蛮想去西班牙的。我吗？对，你呢？一开始最想去的是美国，你知道念英文系就是有个美国梦。对对，真的。但是我妈就说你要去美国，美国是个没有文化的地方。然后我想说好，那去欧洲看看好，然后想说就找一个物价还 OK 的地方。还有最荒谬的原因之一呢，是我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你要去布达佩斯，那边有一间还不错的舞蹈教室，然后我就查一下，就在那个巴斯马尼的附近而已，于是我就去了。重点是我到那边之后，我只上过一堂课而已，对，就为那一堂课，然后就到布达佩斯了，真的超强。对，好。实际到了当地之后，一开始有什么感觉？一开始嘛，对于匈牙利这个国家印象，我都是看网络上的图片，就是一个风景漂亮、古色古香的一个城市。但实际上到了之后，蛮有落差的。看照片好像古色古香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又脏又乱。对，真的，本来就已经觉得台湾的街道已经不是很干净了，就是偏脏。但是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，那里真的是脏透了，就是各个缝隙都给你塞满烟蒂啊，整个看起来都灰扑扑的。其实就是很多涂鸦或什么的。对，你看到那些古迹嘛，可是它就是斑驳的。对，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一时代痕迹，二经济萧条看得到。对。OK， 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，怎么那边人脸都那么臭？真的，大家都说什么柏林人面无表情，那你就是没有来过布达佩斯。真的。那你呢？我一开始印象超差的。对，因为就是好，我这边讲的故事是，就是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我去了那边之后，我取消了我的合约，然后重新开始找房子，然后就让我对就是布达佩斯的印象超级糟糕。我一开始就是在台湾先找的房子呢，是在 Erasmus.com 上面找的，然后就看到房间照片很漂亮，然后周围的环境也还不错，超市什么很近啊，距离大车的地方也没有到很远，这样房租很便宜，房东人又很好，房租的时候大概才250欧，我就先刷了卡，在我站上面刷了卡，然后跟房东合约这样子。然后我那天就去那附近晃了一下，然后发现第一个映入眼帘的，除了就是又臭又脏的街道之外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就是走路踉跄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像不知道喝了几百杯，然后看起来又有嗑药那种醉汉，路灯很少，然后距离车站又远，真的很绝望好不容易找到就是那个时候暂时的家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东西呢，竟然是一张盯着我的脸，那个真的很可怕，我真的不行。对，他有拍照，真的是很吓人的，我真的不行。最重要的是我那时候其实住好像是3、4楼吧，竟然没有电梯，然后他的那个入口处也超暗，他楼梯间也超级暗，我真的不行。对。从那个 point 开始，我真的超讨厌匈牙利。对，因为我就想说，看就是房子又要重找，然后再加上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匈牙利国庆日，就我已经心情很不好，然后周围的人还给我疯狂抽烟，然后再加上基本上每20秒就会有那个救护车跟警车的声音，对。而且他们那个救护车的鸣笛就坏掉，然后还不修。对，然后之类的，嘟，那个对，超怪。你就会觉得这个国家真的住得安宁嘛？我一开始其实是蛮害怕、蛮担心我的人身安全，一开始大概是抱着这样的心情，所以一开始真的不是很喜欢匈牙利，一开始虽然就对布达佩斯的印象没有到很好，但住久了之后就有慢慢的改观。我还是必须要称赞一下布达佩斯的风景，是真的很漂亮。像那个时候我们有买学生交通月票嘛，大概讲这样，像这样一个月台币345块，对，你就可以坐路面电车，路面电车，这个不可以删掉，路面电车、公车。还有交通船，你可以到处玩、到处走，很漂亮。因为我其实蛮常到处去旅游的，可能是这样每一次又一次的进出匈牙利国，一次又一次的进出匈牙利，就会觉得越来越对这个地方有一份感情，有个牵绊在的认同感。对，慢慢的喜欢上那个地方。
那你呢？我的 turning point 就是我找到房子的那个瞬间，就是后来找到房子的历程真的是很神奇。我就怎么找房子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满意的，不然就是人家会一直拒绝我，不然就是那个价钱真的太贵。后来呢，然后就想说，在这里会不会有就是日本人的常见？就真的有一个粉丝专业，对，我们大概放在这里吧。我就看到他们有征房客的贴文，然后点进去看，然后我就私讯了他们的版主，他就人真的非常好。他开始先跟我说，就是可能没有哦，我没办法帮你这个忙。就后来在半夜12点，他就突然密我说，不对，就是我这边有推荐一个就是 guest house，在匈牙利住大概10几年的日本人经营的，他之前有做给留学生，然后留学生甚至可以在那边打工，那就你要不要去问看他？现在是半夜12点跑去密那间 guest house 的老板，对，然后我就密了他，然后跟他讲再讲一次我的状况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就是他会不会租房子给我，那我可以去看房子这样。他马上就回我秒回哦，然后他隔天我就跟他约去看房子，这样这房子真的很棒。我的房间是有个大大的窗户，然后就是每天阳光就会从那边洒落，然后就是跟我家很像是上下铺，所以我就觉得天哪，就是一到那边我就觉得你要住这个，然后就快速签了合约。一找到房子，一遇到那个日本房东之后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的人生怎么这么美好啊！我在匈牙利美好人生要开始了。对，我的 turning point 真的是那个时候，我就开始觉得匈牙利真的好棒，我要开始享受我在匈牙利的生活了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一趟交换让你有什么样的改变？煮饭，真学会煮饭了，真的哦！我们在那边真的是小厨娘，而且用一般的瓦斯炉煮那个白米煮成功，我真的是眼泪快哭流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怎么没有带大同电锅来？从那之后就是变电磁炉煮饭达人。我自己是从零开始慢慢学煮饭这件事情。但一开始我还很智障的想说，我要来煮鸡汤，我就买了鸡胸肉丢进去煮鸡汤，结果煮出来超难喝的。到后来就会自己研发一些怎么做台湾料理，真的。像我就是会去买那个墨西哥饼皮，买那个做蛋饼，对，做蛋饼加那酱油膏，眼泪要流出来，对，就是台湾味，眼泪流出来，真的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在那边煮珍珠奶茶。跨年 party 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各种就是台湾料理煮到爆。我还会跟室友交换食物，他只要我做汉堡排，他都会就是分我吃这样。我会煮鲑鱼炒饭给他吃之类，就我们会交换食物。讲到你跟室友分享食物，我其实也有跟室友分享食物。你要煮牛肉面？对，我煮牛肉面，我就跟室友提议说，要不要哪一天晚上大家都在的时候，我就做个台湾料理给大家吃。他就说好 OK。我必须诚实说，我那牛肉面非常的失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看起来还好啊。没有，是因为那个肉就煮发现那个肉变超级硬。我有这种经验呢。我的室友们都是欧洲人，他们就用盘子装牛肉面，这是个多么荒谬的事情，非常而且还用大老鼠吃。那个画面有多荒谬，你知道吗？幻化经典，超妙。对，但是我室友们他们就还蛮给面子的，就算我自己都觉得肉太硬，他们也就说没关系，就是你至少愿意煮给我们吃，就很感动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那是还蛮奇特的一次经验。我觉得去了匈牙利之后，我比较没那么少关心，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长大了的感觉。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待半年，然后基本上什么事情都靠自己或靠朋友。对，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心理层面，都长大蛮多的啦。我觉得，也会更enjoy自己一个人的时光。对。你最怀念匈牙利的什么？好，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回答。对，所以我们3、2、1 ，Morrison。你看我怀念到我连手环都有留着，就是我一定要讲一下。Morrison 是一个学生的酒吧兼夜店吗？那算夜店吗？算了，某种程度上算夜店，对，就是可以喝酒跳舞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入场费只要台币50块。50块。Happy Hour 每周一的晚上9点到11点，500公升的啤酒只要台币多少？15块。15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你没有听错，真的超扯的。除了酒之外，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有个超大的卡拉 OK room。哦，对，真的，真的那气氛超赞。基本上你只要去那里，你大概一整个晚上都会混在那边，就真的出不来哎。我真的只有出来过大概2、3次吧，就是。所以你其他时间睡在里面吗？没有啦，我在间里面过夜吗？是啊，就是常住客人，我不会离开那个房间，完全不想。它还有很多个舞池，对，它有各个不同主题的舞池，一个房间是一个主题，比如说可能一个 room 它专门都放就是嘻哈的歌，然后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还在那边跟一个阿伯尬舞，然后他从头到尾就在旁边干笑话，我就觉得这2个人好奇怪，我还是那边假装不认识好了，不是啊，就想说都去那边玩了，就要玩一下，跟阿伯玩一下。Morrison 还有一个很美好的东西。那个 nachos， 那个起司酱超好吃的，而且是温热的，对，你这样沾下去，入口
天堂，超扯！我在台湾从来没吃过就是类似的东西。哦，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，就我们前面也讲到，去那个看烟火的时候，不是很多人在抽烟吗？就欧洲真的抽烟人口非常多，但是在摩尔斯他们有一个抽烟区，所以等于是说你在舞池那些就没有太浓的或太臭的那种烟味。对，基本上没有，你回来只会有那种有点酒臭味的感觉而已。那边的人不会随随便便的就在那边摸来摸去，大家真的都只是来 have fun 而已，真的来喝酒、来跳舞、来唱歌。就是如果你这样摸来摸去，就是当然还是有人会，可是就是他们会尊重你的意愿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点，超棒的一个地方。真的就是你完全不会觉得不舒服，而且就是那边还可以玩 beer pong， 就是玩到爽。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超级好朋友 Patrick， 这个唯一的男生，这个对，他是让我 beer pong 出道的一个人，对他甚至手把手的教人，超好。对，没错。最后一个问题是总结对于布达佩斯的想法。对于布达佩斯的想法，你觉得呢？就是一个第二个家的感觉，特别到快要离开匈牙利的那段期间，就会觉得很感伤。就虽然平常那边抱怨什么那个不好、很脏啊，很乱，游民多啊，态度很差、对，那种歧视啊。但是就是会有个感情在那边，真的，就是那边真的已经变成一个感情的投射跟归属了。就对啊，就是一个又爱又恨吧。再加上就是我跟房东跟我室友的感情都蛮好，还有房东的小孩，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好像在那里有一个家的感觉，对，因为还有他们在，对对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无可取代的地方。I can show you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可能那。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请记得订阅，但是不见得要加小铃铛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很吵。对，我知道那个很吵。好，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出个系列，对，请大家准时关注，谢谢哦，拜拜，拜拜 ，See ya。最后拜拜是讲 See ya 吗？啊 ，Bisong ta ta cha。